女同志，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哥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你经常喂的那只野猫啊！开什么玩笑，别乱来啊！浩哥，他说要理发，上来就摸人家，耍流氓耍到我女朋友身上，今天不赔5000块，别想完事儿！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相亲的，不是流氓，我都没碰到他，还嘴硬，给我打！5000块，3天内给我送过来，不然等着坐牢吧。我哥可是中海卓爷。把他给我丢出去！玉佩，这可是爷爷留给我唯一的遗物。那玉佩可以沟通万物，被你眼睛吃了，你才能看到人家的啊？怎么样，我漂亮吗？小妹妹，我没心情和你开玩笑。大笨蛋，我真的是猫。不可能！你还真能看到我们啊！你太重了，别再骑我了。我明白了。爷爷，你能跟他们说话吗？爷爷能当50年的鉴宝大朝奉，是因为他能沟通万物，所以我现在能沟通万物了。哥哥，你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灵性，你都可以与他们沟通，甚至还有他。快还钱！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小子，3天内把钱送来。你妈在三阳菜市场卖煎饼，对吧？她要是知道自己儿子耍流氓被抓了，应该会给不少钱平事儿吧？不能让这混蛋去骚扰妈妈。可5000块我上哪儿弄去？哥哥，这个可以让你赚钱。9月1日，东海贸易公司大礼包，中海2号码头开盲箱，那不就是今天吗？有办法了。不是说了不让你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很急，你忍一下。开盲箱是可以挣钱，可我现在兜里只有10块钱，别说箱子了，连门都买不起。小瘪三儿，骑车没长眼啊，赔钱！车灯300，车尾200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叫什么事？前面被敲诈5天，现在又要赔500，老子管你是不是故意的！500块拿来。我都病成这样了，刹车和方向盘都坏掉了，你还要撞我？这车坏了，怎么想装傻？老子告诉你，这可是云海贸易公司云总的车，不赔就等着坐牢吧！司机同志，这车坏了，不能开了。废话，你撞坏的啊！云总，这小子撞坏了您的车。对不起，云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为难他了，走吧。云小姐人还挺好的。云小姐，这车不能坐。小瘪三儿，云总好心饶了你，非要来找事儿。你听我说，这车的刹车坏了，方向盘也失灵了，真的不能开了。住手！你怎么知道我的车坏了？我猜的。你猜的这么准，怎么不去买福利彩票？云总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这样，要是车没问题，刚刚修车前我做牛做马都给你们。哎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啊？云总，别听这小瘪才胡说八道，还有15分钟码头活动就要开始了，您别让他误了事儿。云总，你人好，刚才不计较我撞坏你的车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既然你说没问题，那你去中海明珠转一圈回来，
如果没事，你该赔的钱一分不少赔给我。好。如果有事，你也不用干了。云总你不是刚检查过吗？猜的？我猜的挺准的。真是猜的。我从小就运气好，猜什么都很准。不想说就算了，现在有个事情，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中海码头开盲箱，云总你也要去？你救了我，叫我云姐吧。可我不愿意。其实我也想去开盲箱的，只是没本钱。我替你出，挣了1人1半，亏了算我的。这下还债有指望了，说不定还能挣钱买房娶老婆，还可以带妈去吃顿好的。姐还挺漂亮的。好看吗？想摸摸？不，姐你误会了。好啦，别害羞啦。那这样，云姐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我骑车带你去吧？好。今天我们不明拍，用欧陆的新玩法，开盲箱。箱子里的货物有些只值几千块，有些却值30、40万。最贵是东营的新款家电，价值50万。这不就是赌石吗？看来外国人就会抄咱们的。那我懂了，买到东英家电可是大赚，但也可能买到只值几千块的垃圾。生死富贵各由天命，每个集装箱起拍价10万块。那个我要了10万，我看谁敢和我争。啊，不敢。我也要那个箱子，11万。许文卓，这个箱子我要了。生意规矩，价高者得。12万，13万，14万，哪个才是最值钱的？这人居然能看到我们！都告诉我吧，你们肚子里都藏了什么宝贝？我们凭什么告诉你？你肚兜里装的是土豆，内衣却是塑料泡沫，像是装家电的那种。莫非你是骗人的，假装里面是东营家电，其实装的却是土豆？你才是骗子！你全家都是骗子！你兜里装的都是破酒瓶、烂啤头，看来都是垃圾。唉。这就是那50万，不但能还债，还能给妈养老，买房娶媳妇不愁了。16万，18万，19。云姐喊下的这个箱子是……姐，别买！姐，别买那集装箱，是土豆。小赤佬，不买别来捣乱。你是长了透视眼，还是会未卜先知啊？还里面装的是土豆。小弟，不要乱说话。那许文卓霸道的很，你要得罪他狠了，会有麻烦的。原来这人就是文涛的哥哥，中海许家卓也。这混蛋，看我怎么教训他！我出。姐，你既然把我当弟弟，我绝不会害你的。你相信我这一次，这里面真是土豆。你该不会是没钱怕输，故意找这么个小赤佬来捣乱吧？玩不起就别来，玩不起就别来，出来玩又不敢喊价，丢人现眼。10块钱我都不要，这集装箱我不买了。哈哈哈哈！云总从联产承包到下海经商，搞云海贸易公司，这2年风生水起，却原来也只是花架子，连18万块钱都拿不出，乖乖把机会让给老子。有人人傻钱多，瞎了眼愿意被宰，我也懒得去管。可我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烧钱的。别嘴硬了，你看中这个集装箱，不就是因为看到了装家电的塑料泡沫吗？
云小姐，你眼力不错，猜到了里面是东营产的家电，可惜你占便宜没够，故意让这小赤佬说是土豆，装模作样想骗我放弃，可惜老子不上这当。徐老板，这集装箱是你的了。这江总好狡猾，故意用装家电的泡沫来骗客人，其实真正的贵重货物藏在1集箱的东营家电，这不得40-50万？这云老板也是亏大了，明明马上到手了，还让徐总抢走，可惜啊！土豆，小赤佬，想用这种鬼话骗我，老子就让你看清楚！不是家电吗？塑料泡沫是假的，这下可亏大了，18万买了1箱土豆。徐总还真是好眼光，这是准备转农副产业了，去乡下种土豆了。要不是小弟提前告诉我，这下可就亏大了。可他怎么会知道的？看起来还挺帅，运气也挺好，这弟弟不错。徐总别生气，下次肯定能开到好的。王八蛋，竟敢用包装泡沫骗我！徐总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。说好了是凭运气，这是你自己耍心眼儿，怎能怪到我头上？你来试试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买到什么。云小姐，买那个。万箱都是贝壳藤壶，这是装海鲜的吧？现在海鲜大跌价，能卖多少钱啊？云小姐，这小赤佬脑子坏掉了，侬该不会真信他了吧？姐，你要是不想买，能不能借我10万？我马上就还你。我信你。这集装箱我买了，挣了1人1半，赔了算我。10万。这个集装箱我也要了，12万。你这是在故意找茬？价高者得，有本事你也出钱啊！姐，我放心，我说了信你就信你。14万，16万，18万，20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买了。云小姐，你以为我真和你抢这箱垃圾海鲜啊？也是想让你也亏18万。哦，你就这么确定我会亏？腥味儿，这里面装的就是臭鱼烂虾。云姐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徐总，就你这运气眼光，还是别来开盲盒了，不如去买福利彩票吧，好歹还能做点公益。小赤佬，你以为你拼头就不亏？哈哈哈哈！我说了，这就是一箱臭鱼烂虾，都臭了。18万买这样一堆垃圾，还不如老子呢。徐总还真是经验丰富，闻气味就知道里面装的啥。18万买一堆臭鱼烂虾，云海贸易公司这下大出血啊！小子，你以为你狗屎运会一直这么好？姐虽然今天才认识我，对我却真好，可刚刚明明看到了里面装的是东营家电，穿了2层衣服，外面那层挂满了贝壳藤壶，里面那层我明白了。装疯卖傻，云小姐，你这姘头弟弟失心疯了，还是赶紧回家吃药吧。小弟，姐，没事。果然还有东西。姐，东营家电就在这里。弟弟没事的，赶紧出来吧。还家电呢？云小姐，我看你改行做生鲜水产吧。哎，这小子疯了！你要是买到这个箱子，也得疯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就好好看看。这不可能！这有50台冰箱，50台电视吧？全都是东营产的家电，这一集装箱至少值50万啊！我的天哪！你故意把集装箱外挂上贝壳藤壶，里面又装了一些鱼，闻起来有海鲜味，这不太地道。我说过了，有集装箱装的是东营产的家电，我没有说谎吧？
至于集装箱外表怎么样，闻起来什么味道，好像没有违反生意规矩吧？好，江建国，你连老子都敢耍啊！小子，你也给我记住，记住了，以后我姐收土豆肯定来徐总的农庄。今天给大家福利，这种东营产冰箱彩电在市场上至少6000，我云海贸易公司打折5000一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我要10台冰箱，给我留20台彩电。徐总，要不要也来2台？正好晚上看电视，说不定有您赞助农废业的新闻呢。总共50台冰箱，50台电视机，刚才卖了50万，扣除18万成本，我们挣了32万，这是16万现金给你的。就算还了5000块，也足够买房娶老婆了，还可以带妈妈吃顿西餐。小弟，这次还是靠运气。好，那我就当你真是运气好，陪姐姐去一个地方。真正的黄金年代啊，那是……菲菲，这是我哥从国外带回来的伦比亚咖啡豆现磨的，你尝尝。不能喝，是哪个不长眼的？原来是你这个小瘪三，欠我的钱还没还，还敢跑这儿来捣乱！哟，这王八蛋换了个狗毛，差点没认出来。云姐，这是你的朋友，他怎么了？他是我新认的弟弟。啊，刘小姐，这咖啡里面有西地那非，那是什么？咖啡因的一种吗？是春药。刘小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这小子对我朋友耍流氓，被我抓住了，怀恨在心。我这还有他写的赔偿欠条。你刚才说这混蛋在咖啡里放春药，确定是真的？你说没有就没有啊？那你敢不敢把剩下的半杯喝了？不会是不敢喝吧？你们有毛病啊！我哥可是中海许家卓也，你们不信我，信这个小吃佬。原来是许文卓的弟弟，难怪做这种烂事。喝了咖啡，我看谁敢！宝贝儿，我要。你们慢慢亲热吧。姐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今天我本来要和菲菲来古玩大会，才会带你去咖啡馆找她。你说你运气好，菲菲是我最好的妹妹，一会儿你帮她挑2件最好的古玩。交给我吧。云姐，云川是怎么看出那杯咖啡下了药的？她猜的。小菲菲放心，我运气特别好。这不是云总吗？今天集装箱侥幸让你赚到，这场拍卖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。那可说不好，我小弟财运特好，说不定还带我发财呢。我怎敢对柳家的朋友无礼，只是想和柳大小姐打个赌而已。久闻柳家是做古玩行业起家的，今天的古玩拍卖大会，看看谁能拍下最好的宝贝。赌什么？谁输了，就代表自己的家族说一句甘拜下风，再加上200万的银行本票。放心，我们有小弟。怎么，柳大小姐不敢？你非要自取其辱，那本小姐就成全你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中海第7届古玩大会现在开始。今次古玩拍卖大会一改往常惯例，以捡漏鉴宝为主，放开由宾客们自选，每人限选1样。这人能看见我们？你色迷迷的看我干什么？能告诉我你们都是什么来历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帮你？不帮也可以，你这个壶我买下就当尿壶了。还有你这个画，我拿去洗手间喽。还有你这木簪，不小心着火的话，姐，那幅画，这幅观音图
10万块，我要了。老板，这幅画有来头，唐朝张道子的观音图，好宝贝，100万之内拿下它。恭喜云总拿下观音图一幅。他说买就买，我答应了吗？15万。 20万。50万。怎么不喊了？云姐不用担心，钱我来替你吹。这幅画其实是假的，这位中海卓爷最喜欢喊价，我和小弟就逗他玩玩。徐总真是豪气，18万买土豆也就算了，一副赝品居然也出到50万。云小杰，你出不起钱就说是假货，用这种办法恶心我。可惜麦总是香岛来的大人物，神木如燕学识远博，看准这幅画是唐朝张道子真迹。麦总，麦千山，这人很厉害。麦千山是香岛首富，黑白2道通吃，平生最喜玄学古玩。他来中海肯定另有所图。千年以来，这幅观音图的赝品无数，鉴定是否张道子真迹，这是唯一方法。张道子擅长引书，作品落款爱用隐形墨水，无知小辈都看清楚了。怎么样，云总、柳大小姐，唐朝张道子的真迹，这下认输了吧？你不认字吧，小丑？这是去年的赝品。徐总，这还是愚人节画的，估计是作者开个玩笑，你不介意吧？古玩大会的规矩，喊出口的价格就要作数。堂堂许家，该不会反悔吧？好，我看你们又能选到什么宝贝。我听你的话，才把落款变成那样的，人家明明是真迹，却要被这个坏蛋踩。没事没事，我回去给你做保养。那个，你值多少钱来着？哼，赝品捡它做什么？小吃佬捡惯了垃圾，赝品也值2块钱嘛。放心，我赏给你。这才是真捡漏啊！150万，桑塔纳都可以买7辆了，一周换着开都不重样。小弟，选哪个？放心，我已经选好。这是什么宝贝？看款式造型应该是唐朝的，可材质普普通通，最多也就300块。这就一根大陆货。小瘪三儿，这根破簪子被我师傅看死了，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放心，没事的。这唐朝木簪的奥秘，我就让大家看清楚。下面就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小子说的玄乎，到底有什么惊人的？希望可以大开眼界。哈哈哈哈！奥秘，小瘪三，你怎么不吹牛了？这不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木簪吗？小弟，怎么回事？别急，马上就看到了。菲菲，麻烦你走过去那盆花的旁边。装神弄鬼，柳大小姐，你真以为这小瘪三有实力？人不可能一直靠运气的，老实认输吧。一根破簪子而已，能有什么宝贝的？故弄玄虚，别浪费大家时间，认栽吧。大家稍等片刻，好戏上演。小菲菲笑。明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枝，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传说武则天称帝后，某年寒冬，游皇家园林，见花木凋零，便下令百花连夜开放。当时他所戴的便是这只女红簪，能令万物回春，百花开放。小哥哥，谢谢。这簪子居然不送给我，难道我戴着就不好看？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。怎么可能真有女皇簪？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真有这种宝物？这不是传说吗？不好意思，运气好。看，这盆牡丹就没开，什么百花开放，不过是凑巧而已。据唐人笔记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女帝令百花盛开，唯有牡丹傲骨不从。女帝一怒之下，将牡丹全都迁至洛阳，是以洛阳牡丹享天下。徐总该多读点书了。小弟，你挑了这么好的宝贝给你的菲菲妹妹，那姐姐怎么办？
小哥哥，你好坏呀！刚才吓唬人家，说要拿人家当夜壶。你到底有什么奥秘？我可以。那个壶，我要了。白总，那壶什么来历？鲛人壶，很值钱吗？传说这壶是用鲛人类炼制的，但上千年来在数十个方家手中流传，并无特异之处。炼制手法也很粗糙，说不上是精品，最多也就3000块。5000块，鲛人壶一把，5000块，还有人出价吗？徐总，你不出价了？这鲛人壶最多不过3000块，还想骗我出价，无知蠢货！我要说这鲛人壶至少值300万。我师傅卖千山卖大方家，神木如电，刚才只是小小失误，现在断过这把鲛人壶，最多也就3000块。你们不就是买了个垃圾，还想要诈我？既然徐总对麦大方家这么有把握，那我们就再赌上一把。赌什么？如果这把鲛人壶超过300万，徐总就再赔给我们300万。如果我弟弟看走了眼，我赔给你300万。你既然要找死，加到500万。我师傅说了，赌500万，就赌这个小瘪三的眼力，敢不敢？好，这钱我来出。小哥哥，我相信你，给大家看看你的眼光吧。这小赤佬，居然2个女人都看上他。鲛人壶的奥秘，今天我就让大家看清楚。端水来，小子。有些古玩确实遇水会起变化，比如九龙湖遇龙井茶会出现龙纹倒影。可这鲛人壶历经1000年，无论茶水酒水都有人试过，你不用枉费心机了。麦大方家果然博学，连这种隐逸古玩都能说出这么多道道来。小子，没见过世面就别上来出丑。小瘪三，你那点算计全都在我师傅的手掌心，赶紧认输吧。我要的不是茶水酒水，也不是清水，而是海水。茶水、酒水、海水，它不都是水吗？供什么大头呢？看来徐总确实该多读点书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接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刚才欺凌女孩还说鲛人壶装海水会化为珍珠，这不还是水吗？不是让我们看清楚吗？这不还是海水吗？装神弄鬼。哈哈哈哈！还让我多读点书，一把破壶吹成这样，500万拿来！小子，古玩这行靠运气，最多只能得逞一时，认输吧。闭嘴！我小弟还没结束呢。你不是说你可以变珍珠吗？我和你开玩笑的，笨蛋，你还真信啊？你想坑我？是你先说要用我做夜壶的，你活该，贪心鬼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现在笑得开心，所以只有海水，而你哭的时候才可以化水为珍珠。小瘪三，少给我装傻！500万拿来！小哥哥，你好凶啊！为了点珍珠就要人家哭，快点，你不哭就该我哭了！坏蛋，渣男！鲛人就是美人鱼，传说美人鱼落泪为珍珠，鲛人壶用鲛人泪炼制而成。鲛人生活在海中，泪水能将海水化为珍珠，这在珍珠还不能人工养殖的古代，可说是无价之宝。可千百年来，众多收藏家最多用来装茶装酒，谁会舍得拿来装海水？所以奥秘始终无法显现。这居然有这样的宝物，连麦大方家都看走眼的宝物，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居然能看透奥秘，这怎么可能？原来是要用海水，还要摩擦瓶身，难怪我们都发现不了。老板，这小子太邪门了，要不我找人。放心，他还坏不了我们的大事。许家甘拜下风，记住你这句话。小哥哥，给你了。不用不用，放心吧，菲菲妹妹家大业大，200万对她来说和200块也没区别。别乱说，杜哥哥，收下吧。好，这就挣200万了。那幅观音图至少50万，集装箱还挣了11万，这就260万了。这够给妈买10套大房子了，娶老婆更是。
买完东西了，小哥哥、小姐姐，我们回柳家吧。去柳家干什么？菲菲，你带我们来你家做什么？现在总可以说了吧？我爷爷病重了，柳家家主出事了，外面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3天前忽然病倒的，中海马上有一件大事要发生，所以柳家瞒了下来。我之所以急着去相亲，也是家里人想用婚事来冲喜。我看这不是冲喜，是怕你留在家里夺家产。小哥哥，你说你运气好，那能不能帮我治好爷爷？这大小姐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总不能去和老爷子身上的病毒沟通，让他们离开吧？小菲菲，生病就该去医院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柳菲菲，柳菲菲，你请着小次郎过来看病，该不是存心想害爷爷吧？刘卫东，我请谁来给爷爷治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就这废物还会看病？不好意思，弱智我确实看不了。好大的胆子，敢这样和我说话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够了，柳卫东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你和你妈就盼着爷爷起不来，霸占柳家的家业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柳菲菲在一天，就休想。菲菲对我不错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帮她。放心吧，菲菲，这个病我来治。小弟肯定有办法。那老头死定了，谁也救不了。柳爷爷活定了，我说的。答应的太快了，我哪里会看什么病啊？你们知道老爷子什么病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又不是大夫。这人问的问题好笨。小哥哥，怎么样？老爷子什么病？我江天阳的病人，居然有人敢来接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治我的病人！不好意思，老爷子现在是我的病人。如果还有其他人插手，那柳耀国的病我就不管了。没有，这小赤岛不是我们请来的。让你嫁人给老爷子冲喜，你却找了个小地痞回来，还嫌家里不够乱。顾阿姨，我这朋友是有真本事的，让他给爷爷看病有什么问题？笑话，江医生是中海医学界的圣手，这小赤佬凭什么和他比？你们不就是想老爷子咽气，把菲菲赶出去，自己独霸柳家产业吗？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都要让小哥哥给爷爷看病。既然你非要胡闹，那后果由你来承担。我已经和许家说好了，你要是治不好老爷子，明天你就嫁回去。这赌这么大，我没看过病。放心，小弟肯定可以的。好，我要治不好爷爷，就把柳家让给你们。这怎么办啊？周围的物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，问不出来啊。柳家人明显有问题。云姐说他们想老爷子死，好霸占柳家产业，难道是中毒？用拇指和食指诊脉，柳大小姐请来的名医还真是独树一帜。柳菲菲，你这朋友不是开玩笑吧？连诊脉不会，他真会看病？我看你是故意找个废物来，想要坑死老爷子，你这叫不孝。小哥哥别具一格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老爷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病的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行医治病和发病地点也能扯上关系。你们哪那么多废话？爷爷是在书房发病的，我和柳卫东同时看到的。小赤佬，要是耽误了我爷爷的病情，我要你偿命！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可那是对病人的，你跑来看房间有什么用？小子，别拿病人的性命开玩笑，不行就别死撑。老爷子在这儿病倒的，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子在这儿病倒的，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害老爷子生病的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是那个柳卫东。柳卫东在老爷子原来的那支钢笔上涂了毒药，老爷子才会晕倒的。
刘卫东怕人发现老爷子是中毒，用这个小男孩换掉了原来的钢笔。那你们知道毒药怎么解吗？我听柳卫东说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能救好老爷爷吗？装神弄鬼，够了！你这废物，别耽搁我们时间。看来你找来的人不靠谱啊，老爷子还是由我们照顾吧。明天你就嫁去许家。你这样对我就算了，爷爷哪里对不起你们了？着什么急？我弟弟还没看完病呢。黔驴技穷了，故意在这拖延。来人，把这小赤脑赶出去，再把大小姐送去休息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离开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知道怎么治好老爷子了。老爷子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，中的是10万大山的金蚕毒。不可能，这小赤佬怎么看出来的？中毒？开什么玩笑！我给老爷子做了全身检测，用的是海外最新的仪器，要是中毒早就发现了。不错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这里。金蚕毒无色无味，任何科学仪器都查不出来，但中毒手心掌心都会有极细微的红点，只要挑掉就可以解毒。只是由于太过隐蔽，才往往被人忽视。麦千川给我的独门毒药，这废物是怎么知道解法的？够了！这不是你胡来的地方。老爷子本来就生病，你居然还对他用刀，你请的是什么人？是想害死老爷子吗？你真是不孝！小菲菲，我这是在救老爷子，从没听过有这种毒，更没听过有这种解毒办法。我相信云川，让他试。拿爷爷的性命来试。哼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二娘，让云川试一下吧，求你了！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赤佬，会看什么病？滚！刀哥，帮忙啊！给我滚！我柳家的事情，不是你这种垃圾可以掺和。滚！菲菲，乖乖嫁人吧。住手！刀哥，帮忙啊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爷爷，你没事了。这是我朋友杜云川，你的病，你中的毒就是他解的。我知道，我躺着的时候耳目清醒，你们的说话我都听见了。既然柳耀国已经康复，那也用不着我了，我走了。站住！如果你只是医术平庸，那我也不会为难你。可你要是被人收买，故意看我老头子等死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有数，把他带下去。那天我在书房写信，拿起那支钢笔就全身无力，头脑发晕，倒地不起。你们有什么话说？爸，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们了。那支钢笔明明是菲菲送给你的。我怎么可能下毒害爷爷？那我们就会下毒害爷爷了。我看你多半是勾结了这些外人，想要谋夺柳家产业，才会想谋害爷爷。还真是贼咬一口，入骨3分。爸，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！大家不用争了，我已经知道答案。如果检查这支钢笔上的指纹，会发现只有柳卫东的指纹，因为这钢笔不是小菲菲送老爷子的，而是一模一样的同款钢笔。爷爷，爷爷！因为柳卫东知道，如果不换掉他下毒的那支钢笔，谋夺柳家产业的计划也可能被阻挠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身上没有毒的，是另一支钢笔害老爷子的。
而且我都和你说实话了。如果这支钢笔是柳耀国那支，那上面为什么没有老爷子的指纹，而只有你？你若是不服，可以找人来检查，证明你的清白。还有，那支带毒的钢笔，我猜你还留着，因为你还打算用它除掉小菲菲。爷爷，你派人去他房间搜查，就知道我说的是否属实。爷爷，找人来检查指纹，去这孽畜房间搜查。是。老爷子，已经查过钢笔，确实只有大少爷的指纹，没有您的指纹。在二娘的房间里发现了这支钢笔，上面确实有金蚕毒。爷爷，我知错了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都是我娘让我这么干的，都是这女人，她逼我给您下毒，说只要你不在，再让菲菲妹妹嫁出去，柳家产业就都是我的了。那江天阳是她的姘头，她找来帮忙隐瞒爷爷的病情。你，妹妹，帮我求求爷爷吧，我们可是一个爸生的，本是同根生，相见何太急呀！你刚才逼菲菲嫁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你是她的哥哥？怎么，我姐说错了？滚开！来人，把这两人带下去，送去局子。老爷子放过我吧，是麦前山让我这么做的。麦前山是他指使的。这个麦千山竟敢勾结我柳家子孙，拉下去！老爷子，许文卓和麦千山到访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。麦千山，你大老远跑来中海，不是为了我这条老命吧？再有1个月，昆仑迷宫就要开启，需要万宝符才能进宫寻宝。你们柳家手中就有1块，拿出来给我吧。原来你指使柳卫东下毒，让他霸占柳家产业，是为了我们的万宝符。凭我师父的实力，难道还在乎你们柳家的财产？万宝符交出来吧。听爷爷的。我要说不给呢？昆仑迷宫危机四伏，你们柳家后继无人，去了也只是送死。万宝符为强者居之，我和你比试3场，你若是赢了，我转头就走。这张5000万银行本票也留下。你若是输了，万宝符交出来。怎么，堂堂柳家不敢应战？那中海4大家柳赵黄许，柳家除名吧。爷爷，此子颇为可疑，刚才救了我的性命，还拆穿了那2个孽障的阴谋。老爷子，我和小弟可以帮忙的。爷爷，放心吧，小哥哥一定能赢的。啊，又是我。不过赢了有5000万，就算只分1半给我，也足够买100栋大房子和桑塔纳了，说不定还可以和小菲菲、小杰杰。好，赌了。昆仑迷宫取宝，拼的是心灵手巧和勇气。我们比试也分3场，比的就是心灵手巧和勇气。第1场手巧，12命题5魔方，最快完成者为胜。小瘪三儿，玩过魔方吗？不妙，小弟家境不太好，应该没玩过这种魔方。不行，这不公平。昆仑迷宫流传1000年，进去取宝者无数，全图到现在都没人探索出来。但传说是一个大魔方形状，麦千山要求比试魔方，也算是合情合理。比赛开始！就你这手法脑子，去了昆仑迷宫也是送死。我师傅玩这种魔方只需要21秒，比世界纪录还快10秒。乖乖认输吧，小赤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废物！哎，你能不能自己转回来啊？白痴，笨蛋，玩不过别人就想作弊。要不我给你这个？最多20秒，我师傅就可以拼好，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。没事，还有2场呢。爷爷，小哥哥后面肯定会赢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拼好了。小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能赢。小弟，你好厉害呀，姐姐喜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12面无魔方是最复杂的魔方之一，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快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麦老板，下一场比什么？第2场比的是勇气、胆识。这里有6个杯子，全都装满了酒水，其中有1杯酒水下了剧毒，饮下利弊。我们1人挑1杯喝下，直到一方毙命或者认输。师傅，你何必和这小子？这老头要是挂了，
那我许家昆仑迷宫之行怎么办？都是这小子碍事。比赛而已，赌一些身外之物也就算了，押上性命不值得。小弟，别和他比了。没错，我们不和他赌了。你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去了昆仑迷宫也是送死，乖乖交出万宝符吧。杜先生，这本来也是柳家的事情，你犯不着为了柳家拼命，退出理所应当。不过你要是替柳家出战，我可以做主，把菲菲嫁给你，柳家产业有你的份儿。爷爷，弟弟，这太危险了，还是算了吧。以你的才华能力，还愁找不到老婆吗？小哥哥，你别和这老头拼命，爷爷说的事情还有其他办法的。杜先生，我柳耀国说话算数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哪一杯酒水有毒？小菲菲是我朋友，柳家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这场赌赛我接了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小色鬼，听到别人要嫁孙女儿，连性命都不要了，姐姐的话都不听了。姐，菲菲是我朋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麦先生，该你了。这局我们赢定了。师傅，这是昆仑五仙丹，剧毒无比，无色无味。你把它放入酒中，明天和柳家比试有用。这是不是太危险了？万一师傅你喝到毒酒，我会提前含住犀角玉珠，可辟万毒。这杯也没有毒。小子，到你了。还有谁是没有毒的？还有谁是没有毒的？还喝？你不要命了？真以为自己运气好就可以没脑子乱来？小哥哥，别喝了，不就是一块万宝符吗？给你们就是了。柳耀国，你也是这意思吗？既然我们柳家让杜云川出战，那是否认输都由杜先生一言而决。小杜先生，无论胜败，柳家答应过你的事情都依然算数。小哥哥，听见了吗？别比了。这老头子还真是老奸巨猾，知道这么一说，弟弟就更要帮他们柳家卖命。好了，一个万宝符而已，你还真拼命啊！放心吧，姐，菲菲，我运气好着呢，这老头肯定比我先死。你神经病啊！小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爷爷，快喊医生来！快找催吐的东西来！没事没事，就是喝太快了，呛了一下。麦先生，又轮到你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能和杯子沟通，可以确定哪一杯有毒。这老头凭什么这么稳？这一杯还不是毒酒，看来毒酒在剩下的2杯之中。小子，该你了。一半的概率是毒酒。小哥哥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小弟，别玩了。你们谁装的是毒酒啊？小朋友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2个谁装的是毒酒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2个杯子有什么蹊跷吗？这2个杯子是用死玉做的，算你有些眼力。这2个玉杯是当年前朝官家赐死唐玉用的酒杯，曾装过千机剧毒。小子，今天你要是死了，也算是荣幸了。爷爷，什么是死玉？万物有灵，人有死有活，玉也有死有活。活玉有灵性，死玉就彻底断绝生机了。难怪这2个玉杯无法沟通，
原来都是死玉，已经断绝灵性，那该怎么办？两位小祖宗，求求你们说话啊！这真会出人命的。小子，怎么还不选杯子？难道你认输了？你要是怕死投降，就赶紧让柳家把万宝符交出来。还有，你从我这里骗走的钱，也全都还回来。这怎么办？2杯里面必然有1杯是毒酒，我是投降还是选1杯拼命？别选了，小弟，太危险了。小哥哥，别赌了，我们认输好了。爷爷，把万宝符给他们吧。1条命1块万宝符，孰轻孰重？你们想清楚了。小瘪三，你不是很得意吗？不是说运气好吗？有胆子就选1杯啊！好啊，那你上来，我们2个1人选1杯，不敢就给老娘闭嘴！小哥哥，算了吧，会死的。你已经为我们柳家做的够多了，1块万宝符而已，别再赌下去了。小杜先生，你还是放弃吧，我们柳家不怪你，答应你的事情也不会食言。到底哪1杯是毒酒？爷爷也可以沟通万物，才当上了鉴宝大朝奉，在中海风光了30年。他好像说过死玉。云川，这是死玉做的，别玩了，对身体不好的。爷爷，什么是死玉啊？万物有灵，人的灵性断绝就是死人，玉的灵性断绝就是死玉。这种死玉做的杯子，用来盛水、盛茶或者盛酒，都会变得有毒，长久接触也对身体不好。那该怎么分辨呢？死玉杯接触到毒性就会变成黑色，毒性越强，颜色越黑。不过平常人分辨不出来，只有沟通万物的人才可以从他们的灵体上看出来。还没想好，是认输呢，还是选1杯喝下去？这杯我估计吓傻了吧？我选这杯。我选这杯。死玉杯接触到毒性就会变成黑色，毒性越强，颜色越黑。不过平常人分辨不出来，只有沟通万物的人才可以从他们的灵体上看出来。小弟，不要！小哥哥，姐、菲菲，你们别担心了，我运气好，绝对不会有事的。坏了，刚不还吹牛吗？活该，小瘪三，这下还说不说自己运气好了？活该扑街呀！刘耀国，万宝符拿来吧。弟弟，别踹小哥哥！刘耀国，愿赌服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师傅，谁说你赢了？我只是酒喝太快，有点上头而已，又不是挂了。现在到你了。师傅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剩下那杯酒肯定是毒酒。我已经提前含住犀角珠，就算喝下这杯酒也无碍。要是认输的话，柳家的万宝符就拿不到了，平白增添变故。剩下最后1杯肯定是毒酒，你是认输呢，还是喝下去？不可能，剩下这杯肯定是毒酒，他怎么敢呢？明知道是毒酒，他也敢喝下去，为了1块万宝符，他不要命了吗？这人疯了吗？他肯定有后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他嘴里有东西，看来这个黑色玉珠可以帮他避毒。同志，能不能商量一下？想不到你这人类居然能看到我，想要我帮你比赛。你刚才都看到了，这麦千山横行霸道，强迫柳家交出万宝符，还用你来作弊，简直就是无耻。我们都是似有心人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巧舌如簧，一样不是好东西。小子，你有话就说。没事，
就是觉得麦先生好胆色，明知有毒还敢喝下去，实在太佩服。看到了没有？我师傅功力深厚，区区一杯毒酒能把他怎么样？好啊，那这场就算是平手。第3场比什么？第3场我们比脑力。文卓，昆仑迷宫千变万化，道路错综复杂，记忆力极为重要。这是圆周率小数点后1万位，1个小时的时间背出来最多的获胜。如何？居然和我比这个，这不是送？这害怕了，那就直接投降吧，算我们打平了，再比第4场。小哥哥，你成绩好不好？上了初中。那还是我来吧，我是真南大学的，要不让云姐来也可以，她是中海交大数学系的，应该没问题的。没事儿，我来。这小子只有初中水平，真的可以吗？初中生，哈哈，我师傅可是数学哲学双两博士，小赤佬，你等死吧！开始吧。小弟，你赶紧背吧。喂，许文卓，你翻慢一点，小哥哥还没看完呢。他看了又能记住吗？一个文盲。没事，小菲菲，我都记住了。小瘪三儿，你吹什么牛呢？你要有这脑子，至于才初中毕业？都闭嘴，别影响杜先生背诵。时间到，先由我师傅来背。3.1415926535897930861533150，3219位。云姐，这家伙记忆力这么厉害，这我们输定了。没事，小弟，别担心，就算这盘输了，也就是打成平手，还有机会的。也不一定就输的。小子，你也就依仗点狗屎运，这可是考脑子的。你一个初中生和我师傅比记忆力，说不定小杜先生是个埋没的数学天才呢。请吧，杜先生。3.141592653589793。这小哥哥记忆力这么好，难道他真的是天才？是数学天才还是记忆天才？这人还真是不过人。师傅，我就说这小子邪门。还真是笨啊，连10位数都背不下来，全都要靠我作弊，你丢不丢人啊？小哥哥背多少啊？应该快1万位了吧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他怎么记得住的？师傅，这够了！麦先生有话说。今天是你们柳家赢了，昆仑迷宫中，我们再决雌雄。走。支票，5000万支票，你们不会要赖账吧？我师傅赏你的，跪下捡起来吧。拜托，帮个忙，装个逼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不太会弯腰。愿赌服输，许家连这个也忘了，这点钱就沾沾自喜，看来杜先生格局不过如此。昆仑迷宫中可要小心点了。麦先生恐怕现在就要小心。小子危言耸听，你以为你那犀角珠玉真的可以避万毒？快送我去酒店，拿我的解毒药物来，再去找珠海最好的医生。给小哥哥。不用，这5000万本就是你赢来的，自然应该归你。杜先生，我柳家从不毁诺，之前答应过把菲菲嫁给你，你什么时候来提亲啊？老爷子，我弟弟帮柳家应付麦千山，只是见义勇为。姐胡说什么啊？我喝了3杯毒酒，拼了小命帮忙，就只是见义勇为。我们和菲菲都是朋友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我们柳家向来重信守诺，爷爷答应的事情，我不敢说话不算。再说了，1个月后我去昆仑迷宫，小哥哥也可以陪我一起去。真是好算计啊！不但要小弟的人，还要他替柳家卖命。老爷子，我小弟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昆仑迷宫那种险地，
中海4大家的仙人们精彩绝艳，数百年也没能取到宝物，他去了有什么用？姐还是最关心我的，可是小菲菲确实是需要我。云小姐，我柳家绝对不会勉强别人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让杜先生和菲菲订婚，从昆仑迷宫回来再结婚，怎么样？爷爷，杜先生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如让他自己做选择吧。小弟，你可想好了？昆仑迷宫非常危险，你现在已经有钱了，也可以来姐公司上班，以后前途一片光明。真要去冒险？看来云姐也对小哥哥，哼，就不信会输给你。小哥哥，你如果不想去昆仑迷宫，我们就都不去好了。但我们柳家重信守诺，之前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姐，你是叫我呢，还是叫柳菲菲？当然是你了。我没有一个死弟弟，你还是去找你老婆柳菲菲吧，反正你也要入赘柳家。姐，你不用担心我的，我运气好。运气好，那是昆仑迷宫，数百年都没人能取宝，90%的人都死在里面了。柳耀国让你入赘，是要你给柳家卖命。你就那么喜欢柳菲菲？姐的话就一点都听不进去。姐，如果是你去昆仑迷宫，我也一定会陪你的。姐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，我请客。你自己要去送死，那也随便你，反正我不去给你收拾。师傅，柳家果然派这小子来取宝。这小子害我们没有拿到柳家的万宝符，花了3个亿才从皇家买到。等进了昆仑迷宫，要他们的小命偿还。明白。这昆仑迷宫藏着什么宝物，让各大世家不顾性命，每隔20年都要进入迷宫寻宝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昆仑迷宫20年开启一次，今夜9星连珠，正是迷宫开启之时，各方势力云集取宝，生死胜负各凭天命。小菲菲，我们要取的到底是什么宝物？我爷爷也不太清楚，但柳家世代家训，每一代都必须进入迷宫取宝，好像要连过3关，进入迷宫最深处才可能找到宝物。据说那宝物可以号令万物，但我爷爷也没见过。这难道爷爷也曾经来过昆仑迷峰，才会给我留下那玉佩？云川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怎么不等我就进去了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我真不给你收尸？一块万宝符能带2个人进去，带我没有问题吧？我就知道云姐不会认输。云姐能来帮忙，那当然最好了。我们走吧。姐怎么不见了？昆仑迷宫都是随机传送的，可能会分配到不同区域。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云姐机警聪明，应该没事的。昆仑迷宫幻化人心，可以出现任何场景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都是幻觉。虽然都是幻觉，可要是死在这里，一样会真的没命。你们面前有8张椅子，桌上的强弩会随轮盘转动，60秒内会射出弩箭，请在3分钟内各自选择1张椅子坐下，否则抹杀。师傅，这岂不是我们中间一定要死一个人？昆仑迷宫共3关，分别测试智力、技巧和勇气。这一关比的就是智力。你们既然敢来探昆仑迷宫，就应该料到会有这种场景。哪里是比智力，这是比运气吧？还有2分30秒，再不选就死定了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看不见他们？难道昆仑迷宫里面的东西都是用死物做成的吗？都没有灵体可以沟通？怎么了？我的运气好像变坏了，猜不出来哪一张椅子是安全的。运气变坏了？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赢我的，但在这昆仑迷宫中，任何外力都不能使用，只能用本身的智力、技巧和胆识。小子，你就等死吧！还有1分钟。云川，该怎么办？小瘪三儿，你以为你能看出什么来？赶紧坐下来等死吧！这该怎么办？难道真是赌命？不对，不可能是完全赌命。既然说的是比智力，怎么可能是赌运气？我们这里只有7个人，为什么是8张椅子？还有30秒。云川，快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坐哪里？爷爷曾经和我说过，奇门遁甲中的8门，分别是开门、休门、生门、伤门、杜门、景门、经门和死门。这8张椅子的方位正好代表8门。万千山坐的是生门，对面那张就是死门。难道这小子也看出了其中奥秘？不可能啊！我为了不暴露诀窍，连许文琛都没有告诉，任由他自生自灭。这小子居然能看明白，看来不可小觑。还有10秒钟，不入座者即刻抹杀。云川，怎么办？我不玩了，我不取宝了，我要回去。时间到，不入座者抹杀。游戏开始。不要！完了！算你小子命好。小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，射死他，射死他！不要，不要！我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穿过去，穿过去！不要，不要！不！第1关结束。废物！居然懂得奇门遁甲，小子，你这手扮猪吃老虎不错。奇门遁甲是什么东西？麦先生的话我可听不懂，就是运气好而已。小哥哥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回头再和你解释。这又是什么测试？你们面前有6根绞索，每人选择1根绞索，将头颅伸进去，其中1个木箱会在游戏开始后翻转，将上面的寻宝者绞死。3分钟内做出选择，否则抹杀。行，我不取宝，我要退出。你和我说取宝就是辛苦一点，让我帮你跑跑腿，结果处处都要命，我不玩了。闭嘴！我不玩了。你拜师时说过唯命是从，现在让你做点事情，你就不行了。徐文卓，你师傅就是让你做炮灰，你真以为他是来带你发财呢？你竟然这样对我！找1根绞索，
套进去！你竟然这样对我！找一根绞索，套进去！废物！看来昆仑迷宫中确实无法和他们沟通。云川，这该怎么选？还有1分30秒。不要，我不要做吊死鬼！时间到了，你要是还赖在那里，一样会被抹杀。你想等死吗？上一关考的是智力，这一关考的就是胆识。生死富贵各由天命。还剩1分钟。云川，我们选哪一个？上一关8张椅子都被锁死，所有人必须坐在那里等死。这一关却没有锁死，难道这一关也不是比胆识，也一样是比智力？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按我说的去做。把脚手解下来。还有30秒。你们只是在找死，以为拆掉绞索，迷宫就不会抹杀你们吗？乖乖过来陪老子！这小子极为狡诈，这又是在干什么？快！还剩10秒。还有5秒。原来是这样。游戏开始。小子，你干得不错嘛！麦先生过奖了，运气好而已。我闯过2次昆仑迷宫，一直都以为闯3关比的是智力、技巧和勇气3项。现在看到你的过关方法，终于知道从头到尾比的都只是智力。其实我也是乱猜的。上一关8张椅子都被锁住，这是迷宫告诉我们只能坐在那里等死，但却留下了奇门遁甲的解谜方法，坐在死门必死无疑。小哥哥，你早就看出来了。我误以为上一关是比智力，下意识地认为这一关就是比胆识，结果这一关还是比智力。迷宫一样留下了解谜方法，那就是绞绳并没有锁死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把绞绳套在脖子上，就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并不一定要站在箱子上。麦先生，你能猜出来，也一样了不起。你小子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，果然是后生可畏。我之前还小看了你，不过我倒是要看看谁能最后取宝。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这些盒子有玄机。你们面前有3个木盒，其中2个是空的。带死亡标记的那个木盒非常危险，请在3分钟内各自选择1个木盒。注意事项如下：第一，必须有人自愿选择死亡木盒，否则全员抹杀。第二，不得强迫他人选择死亡木盒，否则抹杀。这一关是测试什么？这是要有人主动牺牲自己。这一关测试的是团队，前面2关都是靠死亡竞争才能顺利过关，第3关偏偏要团队合作。自己成全别人，哪里会有这种傻瓜？你们2个不是情深意重吗？不是已经订婚了吗？现在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，还不牺牲自己来拯救对方？我们这种人自私自利，肯定是宁可大家一起死，也不会牺牲自己拯救其他家人的。小菲菲，你爷爷让我过来陪你，为的就是这个时候。我妈就拜托你照顾她。小哥哥，我爷爷确实是想利用你，可我是真的。如果你能活着回去，就去找云姐，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
有空的时候记得想一下我。你爷爷说让我们订婚，我已经算是你未婚夫了。我虽然没用，但也不至于让老婆替自己去死。快把魔盒放下！小哥哥，还真是大情圣啊，为爱献身。柳大小姐，说起卑鄙无耻来，你们柳家可比我麦千山厉害多了，骗到这小子去死啊！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让他来昆仑迷宫，就不会这样了。假惺惺的哭丧，居然还像模像样！我们已经闯过3关，快打开宝库！按理说，我们通过3关，就应该进到迷宫宝库，怎么现在没反应？1名寻宝者进入宝库，其余4名寻宝者淘汰，传送离开迷宫。我明白了，迷宫是要选择智人兼备的寻宝者。前2关考验的是智，第3关测试的却是人。只有愿意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寻宝者，才能走到最后。混蛋，竟然敢耍我！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已经离开昆仑迷宫了？应该还是迷宫幻化出来的场景。爷爷的玉佩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大哥哥，带我走吧。我又能看见了。当然能看见了。40年前，你爷爷带走了我的妹妹，她现在就附在你的身上。我能闻到她的味道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和万物沟通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不好意思，那小子进了迷宫宝库，他对你一片痴情，出来后想必愿意用宝物来换你。那小子还真是挺能干，可惜他在前面拼命，最后好处都是我的。柳大小姐，你现在还有用，我也不来伤你，只在你身上划上2道。云姐，你没事？我刚闯到第2关，迷宫就通知我已经有人进入宝库，直接把我传送出来了。是云川，他进了宝库。弟弟还真是不错。啊，小姐！小哥哥，你找到宝物了？是什么宝物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小哥哥，你在昆仑迷宫拿到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啊？爷爷都说了，我们订婚之后，柳家的产业都是你的，那宝物肯定也是给你的，你就告诉我嘛。云川一直不肯告诉我，难道告诉了云锦？哼，他哪里有我好了？小弟，这次我去南阳出差，你得陪我一起去。小弟天天在柳家，迟早被柳菲菲勾走，还是带在身边比较好。这次订酒店，要不只要1间房。云姐，我家也要小哥哥打理的，他没空。那就让他自己选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现在我不但可以沟通万物，还可以偷听心声。